vivo X100 Ultra 这么贵的玩意儿买了，终归得看一下是不是？不然老是有种深深的负罪感。为了不至于过于单调，找了另外3款 Ultra 过来伺候角儿。今天既能当做是 vivo 单款评测，某种程度上看作横评也可以，反正就是闲扯呗。至于为什么4个 Ultra 都齐了，独缺 OPPO， 这么说吧，4个已经是我全部身家了，我也不敢加杠杆啊，还望朋友们别挑理。尽管绝对尺寸 X100 Ultra 横向算不得有多么的纤小，还有点坠手，但双面双曲加持，尤其一想到毕竟5500毫安时电池，感受上也就突然紧凑凝练了起来。周身细节略有调整，但总体而言还是熟悉的配方，很难说同此前有何实质区别，隐约略显乏味。从品牌与成本出发，传承式设计没啥问题，大家也都是这么干的。只是站在产品角度，咱都 Ultra 了，或许单拎出来多整点有别于小弟们的新鲜感，能更加符合各方预期。机身工艺质感拉满，尤其枪灰色系驾驶下，结合主摄装饰件，尽显冷峻的金属风情。看似低调内敛，却又总在不经意间飘散出几缕精致与奢华。同时，日环云阶的偏心圆设定还很大程度稀释了头重脚轻。典型的你可以说它视觉疲劳，但没法说处理的手法不够高。美中不足，主摄这圈闪耀的小锯齿非常容易磨损，使用中需稍加注意。不知道大家觉得本次 X100 Ultra 的颜值如何？你愿意给它打多少分呢？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主摄模组横向最有特点且颇具先锋意味的肯定是华为，兼具机械层次与科幻色彩，而极简实用主义非三星莫属，只有基础排列，不着半点多余。以上2位看起来好歹都在正常范畴，剩下前有小米生生突出机身 6.5 毫米欲战喜马拉雅，后有要强的 vivo 直径怒超63毫米勇跨青藏高原，这也就得亏是2家，不然下次地球怕是装不下。X100 Ultra 即使机身相对偏长，也免不了竖屏顶手的哀伤，横屏握持想绕过去，反倒还不如小米，多少有点痴心妄想，这种时候就很难不让人怀念几无遮挡的香了。镜头玻璃虽然硬度层面未见显著改良，更大的面积更容易受伤，但该说不说，这个蔡司镀膜确实肉眼可见的抗反光透过率挺强。不过防抖模组断电状态的叮当乱响，参考小米，2位仍属半斤八两。做工细节 X100 Ultra 按键松垮的颇有几分 Pro 的韵味，神奇的是这点哪怕在 X100 Pro 身上也未曾出现过。正面板边缘处理手感同样不及，此外与机身结合没能像 X100 Pro 那般严丝合缝，使劲儿倒也不是不能理解，但胶打的又宽又不止一处的粗糙，强迫症就有点撑不住了。比如这块甚至可以通过触感识别的位置是吧？咱也不知道是咋整的。同样不够 Ultra 的定然就是屏幕黑边，得益于双曲，两侧倒没啥问题，但额头与下巴放到本代机可能就显得稍微有点古典。不过好消息是息屏光谱反射率在今天这几位当中为仅次于三星的存在，大幅领先小米14 Ultra， 遥遥领先于华为 Pro。 同等强光条件下，某些时候可以让你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参考后者，朋友们简单感受下区别。本次 X100 Ultra 屏幕肉眼观感怎么形容呢？极具今年三星特色，简单理解就是个可视角度差，只要处理与视线直线相交的区域，亮度就会快速衰减，进而导致色温偏转。一如画面所见，假定红圈中为正白，那么红圈与蓝圈之间看起来就会泛红，蓝圈之外会让你觉得仿佛有点蓝。3种颜色组成的巨大视觉光斑会随着你的视线在屏幕上移动，除非超大视角时整个屏幕都变蓝了的情况下，否则你将始终看到它。当然倒也不必过于纠结，难受的时候你可以想想 S24 Ultra， 因为这玩意受防反射处理影响，类似的视觉光斑甚至它仿佛是 3D 的，但是还能怎么样呢？选择暗色主题凑合使呗。此外分辨率方面 2K 的时候没什么问题，非常的清晰锐利，但如果切换到 1080p 渲染 bug 就来了，全局都要比正常情况更模糊一点，不知后续是否会通过 OTA 修正。亮度方面，全屏手动平均最大亮度 631.6 尼特，激发能达到 1620.3， 非常的亮。两处特点：第一，手动的情况下 HDR 窗口既会达到超过2400尼特的峰值亮度，颇为生猛。但是第二点，均亮表现则又是三星的调性比较一般。暗光灰阶表现还不错，没什么显著问题，只是或许由于可视角度问题，严格讲你可能会觉得视觉中心始终要比其他区域亮。算上这一点的话，整体就稍稍弱于小米或者华为，三星没啥可说的。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哥们儿妥妥拉裤兜子。但是你猜怎么着？就这都已经是 OTA 修正过，比首发的时候强多了的样子。调光频闪略显复杂， X100 Ultra 一股脑提供了3种模式，默认高亮度720赫兹，低亮1440赫兹，全高频是全程1440，低亮减闪则为全程720，3种模式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舒适与否取决于你的实际敏感倾向。纯论数值的话，个人认为全高频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兼顾了占空比与波动深度，高亮 SVM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低亮也在正常范畴不离谱。至于720赫兹的低亮降低频闪模式，开启后势必将对
暗光显示效果造成一定影响。简单了解。默认模式色温相对较冷，施尼特蓝光表现一般，当然最主要是457纳米的波峰位置，相较国屏主流的459到460纳米还是要弱一些的。如果对这点比较纠结，那可能需要考虑开启慧眼模式。色彩方面，实测 X100 Ultra 不出意外走的是小米路径，使用 CIE 2015的2度 CMF， 想要准头好点，直接选专业模式；想要默认模式就能准点的话，则需叠加暖色设置。总体也许是因为头次弄的关系，数值个人觉得好像不如1931的时候，当然毕竟只是为了时髦，这都不重要。目前2015中2度相对比较准的是小米，10度最准的是 Pro 70 Ultra。就他妈你叫三星停！触控方面，实测系统 UI 中大概率能拿到的采样率是129赫兹，游戏时为299。这里三星的触控笔暂且不提，除华子有点别致，不清楚是不是兼容性原因外，其余诸位区别不是很大，乱七八糟相关设置全部拉满。参考小米14 Ultra， 不知道大家觉得哪边的跟手度看起来稍更好一点呢？可以走一波弹幕。震动表现，X100 Ultra 终于可以站起来说话了。还是和平精英为例，尽管哥们没有什么所谓四大力沉的量感，但是游戏中的拟真程度超出预期，尤其步枪这一块，乍一上手我甚至还以为是忘记关掉声音。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用 M4 之类的试一试，这种打击感属实可以。外放效果总体而言，虽然三星与 vivo 单拿出来都是非常不错的，足以独当一面的选手，但怎奈另两位也不是吃素的。尤其 Pro 70 Ultra 这个怪物，似乎除了游戏手机，好像任谁来了都有些难以招架，这就不太好整了。反正难得4款 Ultra 齐聚一堂，妥妥的高端局，朋友们也尽量找找耳机吧，感受感受。影像部分，4款手机放到一起，内容确实有点多，即便极限压缩，外带仅仅总结性的走马观花也得5分多钟。没兴趣的同学你就使劲往后拉吧，有兴趣的同学瞧的时候也不用非得听我瞎逼逼，随时暂停，多指放大，以你自己的判断为准，最为稳妥。光线较好条件下，主摄总体而言，X100 Ultra 发挥颇为稳定，主打就是个清晰锐利高对比，通透而紧实，与自身相册的 XDR 显示相得益彰，甚至更能额外增添几分自然与真实，十分讨喜。不过导出观瞧还是仍然具有相当的数码气息。关于这一点，最强的肯定还是小米14 Ultra， 几乎始终呈现独特的影感韵味，只是相对平坦的画面，横向注定无法讨得半点便宜，大部分时间都会隐约令人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点黑。加之时灵时不灵的 HDR 算法，坦率讲，若想完全发挥实力，需具备一定摄影功底。至于三星与华为，基本正好两个极端，前者冷酷到底硬邦邦，后者温暖四季白又甜。比如接近半碗的这两组是吧？相较三星，华为给的氛围是格外充沛的，所以你更喜欢哪种感觉呢？
至于近景，三星和华子就有点不太够看了，个人认为是 vivo 和小米更胜一筹，非要选个公母，此处我选小米。来到室内 ，vivo 这边有点上强度，不论光影对比还是白平衡与整体感觉，都展现出了相当实力。真要说就此一键出片，我觉得这哥们是个不错的选择。小米很中正，但对比度稍低，冷了吧唧的三星可能拍金属之类的更适合。最后华子依然有点偏品泛红，甜度拉满，这类风格好像小姐姐们应该会喜欢吧。夜间柔光，先来个大场景，紫不溜丢的三星原地先跪为敬 ，vivo 鹰眼附体锐不可当。小米对雾霾的刻画是入木三分，深度监测空气质量。华子哥色彩炸弹，爆破既是艺术，放大细节对标三星，双双在线教学，啥叫溢出？进一步放大，这组显然只有 vivo 最拿得出手。不过，随场景收缩以及档次下降，事情就开始走上了奇怪的方向。在昏黄的光线以及四者中最长的自动曝光时间加持下，华子哥突然就成为了锐化最少、画面最亮，甚至偶尔看起来细节可能还最真实的那个。当然，不偶尔的时候都在笑傲浆糊。三星偏爱的冷色温，此刻已基本沦为气氛毁灭者，大部分时间都在有点偏色中度过。更不用说还有为弥补解析而加入的超亮锐化，反倒令人感觉有点虚假粗糙。vivo 没啥可说，稳定发挥也还是那么的锐。最遗憾的是小米，不清楚是因为努力想营造韵味，还是由于临近午夜防抖的情绪变得有点颓废，导致出片率下降。有时拍下很多张也不见得能挑出清晰的，不过个别场景倒还是能体现出一些功底，比如此处空调外机的纱网，全场只有小米没有出现摩尔纹。此外，炫光控制可圈可点。这玩意儿最离谱的是华子哥，好一派莲花盛开，佛光普照，清晰艳丽的模样，不仔细瞅我还以为是专属水印，放了个巨大的 logo， 刺激。长焦端首先反正我是实在拉不起，索性原生位置愿意3.几就是3.几，这个区间除了华子可能因为刚才的问题气得脸都绿了，以及三星的解析悄悄打出 GG 之外，总体态势就和主色差不离儿。主要是 vivo 同小米互殴，前者尽管部分时间出片观感确实挺美好，但是多看几张外加放大之后，还是小米更胜一筹。当然华子的清晰度同样也有着不错的表现。然后问题来了，这张逆光 HDR 你选谁呢？从左到右1、2、3、4，朋友们可以弹幕走一波你心目中的顺序。夜间弱光再也按捺不住脾气的 vivo 灭霸附体突然暴起，不论色彩解析还是白平衡巴拉巴拉，都瞬间将其余几位打翻在地，甚至不敢大声哭泣，呈现完全碾压的态势。此时哆哆嗦嗦的小米帕金森复发真的很难拍清楚。白天就已经积极过了的三星表示能不能没事别扒拉我，还剩一位已经满地打滚的定睛一瞧，竟然是华子哥。来华哥你起来，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一张照片里超过50%的面积都是炫光的呢？能把路灯拍成大天使入侵，确实也是需要点本事。注意 vivo 边上的亮点其实并不是鬼影，是这功夫恰好路过一架飞机，然后炫光控制相对还行的，无疑为小米和三星，这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吧。5倍位置刨除自动白平衡的不同，似乎初看之下几位并不能拉开显著距离。随着 vivo 隐约也有一点开始偏冷，显得小米更加的昏黄。解析力方面，华为时好时坏，好像没什么准稿。三星使劲的话，倒也不是完全不能与 vivo 碰一下。这里大概率最猛的是小米，比如这张，注意塔身纹理，逆光 HDR 这东西仍然是太过主观了，实难评价，孰强孰弱，凭诸位喜好。你觉得哪个牛逼，那就是哪个牛逼。夜间弱光只能说 vivo 属实是个别致的存在，一到晚上就来精神，难怪总是强调让你拿着去拍演唱会，应该是对此有针对性优化。5倍夜景个人觉得仍是 vivo 最强，通透清晰锐利。来到10倍，面对 vivo 和小米的猛烈攻击，三星与华为有点撑不住了，画面开始出现柔光的感觉。此时小米不仅离奇治好了帕金森，还突然变得格外清晰锐利，比如这组放大之后细节爆炸。 vivo 相比稍弱一些，但综合来看干掉三星和华为没有问题。当然最主要是毕竟哥们还有天黑牛逼症嘛，每当夜幕降临，即是灭霸的猎杀时刻，你甚至都不需要等满月，只要太阳一下山，差100欧瓦立马就变身。30倍我就不拍夜景了，有点不太好控制，咱们简单看看白天。总结起来就是华为已然退出群聊，三星纵使 AI 上线也难掩力不从心，小米则进入迟来的癫狂，兴奋异常，整半天搁这儿等着呢是吧？甭管 AI 画的也好，亦或单纯就是算法屌，反正最终效果确实横扫。超广角光线较好条下区别不是很明显，大体都保持了之前的成像特点，不过小米与华为略模糊，三星则有些燥。vivo 表现最好，夜间弱光时小米与华为素质将快速下降，基本到了有点糟糕的境地。三星情况显然就好多了，不过发挥不是特别的稳定，有时候看起来比 vivo 弱点，有的时候放大细节似乎又比 vivo 更加的清楚。在解析层面，两位晚上算是可以拼一拼吧。最后让我们愉快的顺手小试一下几位的 AI， 以这张景点照片为例，诉求非常简单，把前
前面游客消除即可，后面那些就不动了。毕竟对于现在的手机来说，确实有点难。需要说明的是 ，AI 生成有随机性，所有结果都是一次性的，不具广泛意义。首先，三星 S24 Ultra 基本达成要求，但是不论植被也好，还是地面也罢，生成的部分涂抹的宛若油画，并不怎么搭。同时，应该去掉的人影也依旧还在原来的地方。然后小米14 Ultra 这就像回事了，植被与地面非常的自然，尽管部分人影仍在，但看起来并非不能接受。且远处增添的部分不仔细看的话也还行，海水甚至有纹理。华为 Pro 70 Ultra 地面处理不错，但要求去除的部分并没有整干净，还剩了一块。增添的栏杆不管是颜色还是形状都画得非常抽象，我认为是失败了。至于远处游客被识别成树木长在了地上这种事情，咱就假装没看见吧。最后 vivo X100 Ultra 这个说你搞什么？快说你别搞什么？你搞什么东西啊？半面墙打一下不就看不到了吗？哦，他在耍你，皇上。显然就是全场最佳，看似随意，实际也非常的符合逻辑。毕竟咱只说了去掉游客，也没说不能变成墙啊。只有 vivo 的 AI 想到了这个最简单的方式，并完成了要求。至于为什么墙格外的粗糙，那可能是因为要求实在太过简单 ，AI 觉得受到了侮辱，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委婉的表达抗议，没毛病，是我的问题。视频网导统一主摄 4K 60帧录制，最强的我认为是 vivo。小米尽管不怎么晃，但始终伴随相对强烈的震颤，三星颤的程度要小得多，不过对比 vivo 还是稍弱。至于华为，哥们儿颤倒是不怎么明显，可是一直在晃啊。最后对于几位老铁的视频录制效果，我也简单录了一些，包括几个主要焦段横跨白天与夜晚，放到结尾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一看。性能部分25摄氏度 3D Mark 烤机 X100 Ultra 猛的有点出乎意料，猝不及防。不过虽然外表看起来散热还可以，但天崩地裂的内部温度毫无疑问表明平均10瓦的输出已然超载。所以结合正常逻辑与vivo的一贯做派，这个 iQOO 来了也得跪地长征服务，有如蓝场最终兵器般的表现，十有八九是白名单秃噜扣整过头了。目测实际游戏或者其他应用场景中想达到这个程度几无可能。比如我们随便找个应用 2R 10分钟压缩，可以看到 X100 Ultra 只完成了小米或者三星一半的量，离开白名单，尤其在该特例场景中，甚至不如7 Plus 真3。游戏实测，华为 Pro 70 Ultra 是个什么怂样子，相信大家也都心里有数，实在没啥必要拿出来反复辨识。所以接下来主要参考三星和小米。30摄氏度半小时，最高画质120帧王者。万万没想到，唯一跑完全程而没有锁帧的，居然是散热最辣的 S24 Ultra， 平均107.1帧的1%low， 表现超出预期。当然，宽大机身加钛合金加天生没有奥利奥的设定，可以说相对市面的 Ultra 们在游戏场景本就颇具优势。只是三星这波看起来好像还摆脱了以往在调教上的束缚，来者不善。不过本轮最佳个人会给到 vivo X100 Ultra， 为什么呢？哥们儿尽管末尾2分钟锁了90帧，但横竖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小米的降帧来的笃定而决绝。坦率讲，更像概率性事件。如果再来一遍，很可能并不会发生。那么它的1% low 将超过117帧，同时 0.3 的标准差与 0.1 的方差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这里总体呈现偏科并不多。小米也不用说了，几乎恰好是三星的反面，紧凑机身加史诗级奥利奥再加素皮的前提下，后半段匍匐前进，外带内部平均温度最高，应该非常好理解。30摄氏度半小时60帧最高画质原神 S24 Ultra 表现难以置信，往昔保守调教荡然无存。哥们今天好像只管踩油门，即便羸弱的散热逼近崩溃的边缘，依然以超过 6.2 瓦的平均输出生生砍下 58.4 帧，流畅度几乎是本环节中纯游戏手机一人之下级呈现，不愧为超了品的特供版大雕8帧3，确实不同凡响。只是如果真拿这玩意打游戏，建议最好还是配个散热器。至于 vivo 与小米，两者之间个人认为 vivo 更胜一筹，理由有2点。第一，虽然纯论帧率X100 Ultra 没比米14 Ultra 强太多，但是帧渲染时长表现基本始终要优于小米，也就意味着比如那种人物走起路来一耸一耸的隐性卡顿会少得多，这点在降帧之前尤为明显。第二点，在此基础上 X100 Ultra 平均功耗还比米14 Ultra 低了 0.2 瓦多，同时尽管机身表面温度相近，但注意 GPU 的平均温度 X100 Ultra 低了足有8度。综上，相同渲染分辨率下，此处显然蓝厂的调教更加靠谱。星穹铁道因为感觉之前的路线不是那么特别给劲了，所以本次开始更换了路线。先在罗浮的林园境干2个来回，恰好是20分钟，然后再到匹诺康尼的黄金时刻最卡的中心区域跑圈，基本1分钟1圈，直到半小时结束。结果来看，新路线确实有点东西。即使红魔9 Pro 用平均干爆10瓦的惊人输出，游走在熔毁边缘以命相搏，也只能混个踉踉跄跄，疯狂崴脚脖。好了，确定参照物之后，咱们来看一下 Ultra 们的表现。最顶的依然是三星，7.3瓦平均功耗再创新高，总体各项
像数值宛如窜台般的，甚至颇具几分游戏手机神采。不过当然，超过50摄氏度根本握不住的周身表面温度亦是如此。兄弟们记得务必搭配散热器。另两位差距有所收缩，小米14 Ultra 虽然掏出来个将近6.2瓦输出，但并不妨碍帧率最低下探到仅15帧。X100 Ultra 前1/3表现还行，隐性卡顿也更少，可剩下的时间就再也没硬过。总之谁也没比谁强多少，这回是真有点差不太多。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你认为哪个更好点呢？充电方面 ，X100 Ultra 与小米14 Ultra 宛如孪生兄弟。首先，尽管标称功率不同，但两者的实际充电功率几乎一致。然后，虽然电池容量有200毫安差异，但充至100%的时间基本重叠。同时，查看电量估值会发现 ，X100 Ultra 的5500毫安充至100%，其实还是与小米14 Ultra 一样，都是5200左右。不过，当然多花点时间怼上54分钟，剩下的300毫安还是可以拿到的。此处图表中的充饱容量误差可能有点大，你就当它是5500就行了，不必纠结。总体看起来，我觉得 X100 Ultra 确实是一款不错的机型，尤其影像部分实力不俗，夜间表现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只是为了达成这点，总是隐约会让你觉得好像其他个处或多或少都有所克制。考虑到我也不看演唱会，不追星，对个人而言就不咋诱人了。不知道大家是为什么选择这款机型呢？都是为了灭霸影像吗？不妨说来听听，分享一下。后面还有1分多钟，今天这几位视频录制的效果对比，推荐看一看。为我本次录视频也挺猛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